阿泰什游击队在立战果，切断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武器运输线。恰索菲亚尔失守之后，诺夫哥罗德西克与托列茨克的局势也不容乐观。乌俄持续本土攻势，苏梅地区的能源设施被破坏，俄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油库被炸，通信塔受损。XQ-58 女武神推出新型发射系统，可在传统跑道上起飞。MQ-9 升级，挂载新型电站夹舱系统。日本引进 JASSM-ER， 预计于2027年前交付。三菱电机公司将协助维修 F-15 战机的雷达。西班牙设计的未来战士系统已经成功通过初步测试。乌军开展敌后游击战，频繁破坏俄本土的重要军事设施。7月5日，阿什泰游击队表示，成功破坏叶卡捷琳娜堡附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切断朝鲜向俄罗斯运送炮弹的路线。不过，俄罗斯记者被禁止进入行动现场，只有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访问后才允许进行维修。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阿泰什游击队发布的视频和图片。对于该消息，火力军持肯定态度，炸个铁路而已，并没有什么难度。路线太长，俄罗斯没办法面面俱到。目前朝鲜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主要武器供应国。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直在6月14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朝鲜可能已向俄罗斯运送了480万枚炮弹。阿泰什游击队炸毁西伯利亚大铁路属于针对打击，而且按照阿泰什游击队的说法，并且还将在这条铁路上策划更多的爆炸。阿泰什游击队是一支在克里米亚被占后建立的游击队，最早的范围仅限于克里米亚地区。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对阿泰什游击队的支持处于地下状态，水平也不是很高。但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加大了对游击队的支持，乌东地区的很多居民都加入了阿泰什游击队。乌克兰安全局特工也被派往游击队增强力量。也正因实力的加强，阿泰什游击队的破坏范围遍布俄罗斯全境。7月4日，阿泰什游击队在列宁格勒地区侦察到 Kh-2 的导弹仓库，这些导弹被运往诺夫哥罗德地区的索尔奇机场，用于袭击乌克兰领土。6月22日，阿泰什游击队在电报上表示，已经成功渗透到沃罗涅日的巴尔蒂摩机场，这里是俄罗斯第4日期近卫轰炸机航空团的所在地。6月12日，阿泰什游击队成功破坏莫斯科州的一个卫星通讯站。可以说，乌军屡次成功袭击俄本土的军事设施，有一部分功劳是属于阿泰什游击队的。在当前的乌俄战场，托列茨克与诺夫哥罗德西克的局势不容乐观。恰索菲亚尔已经变成第二个巴赫穆特，在过去一段时间，运河小区遭受了最猛烈的炮火打击，几乎已被夷为平地，实在没法守了。乌军只能撤退，沿着运河西侧布置新的防线。俄军则对乌军火力点和防御工事进行侦察，预计近期将组织新的攻势。托列茨克与诺夫哥德西克方向，俄军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俄军在托列茨克的攻势包含多个方向，包括侧翼，北方向德鲁日巴定居点推进，西南方向则进攻了诺夫哥罗德西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德鲁日巴位于托列茨克东北郊，比邻基罗沃镇，部分地区在俄军控制之下。乌军在诺夫哥德西克的防御也被俄军突破，在2至3天内推进了约3至4公里的纵深。乌军第206营正从诺夫哥罗德西克撤退。如果俄军按照这个进度进攻下去，托列茨克很可能会在下周被占领。这也就意味着俄军有机会从南部推进到乌军在顿巴斯最重要的后勤中心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有意思的是，按照乌军第206营的说法，俄军之所以能在诺夫哥罗德西克取得突破，主要原因是第206营人手短缺，以及没有得到第41独立机械化旅的支持。在6月份的时候，乌克兰领土防卫部队第241旅第206营被分配到托列茨克地区的第41旅。从兵种上来说，第206营属于轻步兵，武器装备也就只有一些突击步枪和迫击炮。第41旅却指挥第206营前往俄军后方，切断敌方后勤，着实有些强人所难。而且因为人手与装备的不足，第206营在诺夫哥罗德西克几乎没有任何防御阵地。乌克兰真理报联系了第41旅的新闻官，以证实或反驳该报道，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不过地方部队指责中央军，这是常有的事，具体情况如何，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至于哈尔科夫，没什么好说的，沃夫昌斯克市内的战斗继续焦灼，双方每天都是拉锯战模式。由于双方都大量使用无人机作战，整个战区基本看不到装甲车和坦克的投入，双方都是步兵作战。乌俄双方对敌方本土的袭击也在继续，苏梅地区的能源设施被破坏，俄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油库被炸。7月6日，俄军从克里米亚和库尔斯克州发射了27架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乌本土，其中24架被乌军防空部队击落。苏梅地区的基础能源设施受损，该地区的几个定居点断电，供水被切断。相对的，乌军也对俄本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7月6日，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击落了8架乌军无人机，包括库尔斯克州上空的7架与别尔哥罗德州上空的1架。只是在克拉斯达诺尔地区，俄军2个油库起火，1座通信塔损坏。不过，乌克兰军方尚未对袭击事件发表评论。近几个月以来，乌军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袭击，破坏俄罗斯的石油工业。7月1日的时候，别尔哥罗德州的奥斯科尔电冶金厂也遇袭了。这是俄罗斯唯一的全周期冶金企业，对俄罗斯军工联合体至关重要。战场之外，扎卢日内即将担任驻英国大使。俄新社7月6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将于7月1日开始担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5月9日的时候，泽连斯基就已经任命扎卢日内为乌克兰驻英国大使，但7月份才去英国。乌克兰杂志7月4日报道称，扎卢日内已经启程前往英国，向英国国王递交国书后，就可以开始担任大使的职责。因故障不断，丹麦护卫舰将不再继任北约旗舰。按照原计划，丹麦护卫舰霍伊特菲尔特号与尼尔斯尤尔号将轮流担任北约常设海上打击一群的旗舰。北约常设海上打击一群负责北大西洋、北海与波罗的海的北约实时海军反应部队，任期从7月11日到10月5日。只是由于霍伊特菲尔特号今年年初部署红海期间防空系统出现故障，至今尚未修复。丹麦国防部长博尔森宣布调整丹麦对北约 SNMG 的贡献。霍伊特菲尔特号不再担任北约常设海上打击一群的旗舰。霍伊特菲尔特号在3月9日与无人机的交战中，武器系统出现了重大问题，导弹和雷达系统发生了长达30分钟的故障。丹麦政府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问题出在先进海麻雀导弹发射系统上。在发射第一枚导弹后，系统出现了一个未知的错误情况，至今还未修复。此外，尼尔斯尤尔号护卫舰的导弹发射器也曾出现故障。2024年4月4日，尼尔斯尤尔号的一个导弹发射器在测试中被意外激活，由于未知原因，该装置在数小时内无法被关闭，因此存在导弹被发射并有碎片落入海峡的风险。直至4日晚上，丹麦军方才解除警报。据战区的报道，美国奎托斯公司完成了对 XQ-58 女武神隐形无人机的新型滑轨发射系统升级工作，使其能够从传统跑道上起飞。这意味着今后女武神的部署将变得更为灵活，大幅提升了其作战能力。此前，女武神一直使用的是静态地面发射器和一次性火箭助推器，通常在没有跑道的环境中起飞，然后利用降落伞回收系统返回地面。这种发射方式限制了女武神的载荷，无法携带更多的燃料和武器。而新研发的 KTLS 系统通过滑轨将女武神在地面上加速至起飞速度，随后将其送入空中。与传统飞机的起飞方式相似，但更具弹性，如可以从传统跑道、直线跑道，甚至是一些不太稳当的路面也可以起飞。这为女武神的部署提供了更多选择。更重要的是，据奎托斯公司表示， KTLS 系统使女武神无人机携带燃料和有效载荷的负载能力增加了约 10%， 显著提升了续航和任务执行能力。此外，奎托斯公司还表示，正在研发第3种发射方式，目前尚未有细节透露。这意味着未来女武神的部署方式将更加多元化，未来或许会直接采用空中发射，或是在航母上弹射起飞等等。总之， KTLS 发射系统的出现打开了女武神灵活部署的大门，也反映了美国对未来分布式作战的忠实。在未来高强度冲突中，如今传统的空军基地必然会成为首要打击目标，而像女武神这种灵活且更靠近战场的部署方式，在提高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能更灵活地执行作战任务，或许会成为美国军方未来制胜的关键。据2日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其列装的 MQ-9 无人机机队新搭载了一种电战夹舱系统。据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上将透露，这个新电战夹舱由通用原子公司制造，名为防御电子支持可扩展架构侦察夹舱，其有能力模仿它所检测到的信号，使 MQ-9 无人机可以消失在敌军雷达传感器上。不仅提高了其战场生存能力，也使其能够在安全距离外收集关键的战场数据，更好协助己方和友方部队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计划到2025年部署18架 MQ-9 无人机至太平洋地区的滨海作战团里，为驻扎部队提供关键的情报，从而获得战略优势。
据日本每日新闻7月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已与美国签约，计划采购射程达900公里的 JASSM-1R 导弹，并预计于2027年前交付。据悉，这项合约于3月18日签署，共计花费7500万美元。尽管日本没有透露具体的采购数量，但根据美国国务院先前批准的最多50枚 JASSM-1R 导弹与维修零部件、设备及后勤支持与训练业务，以及日本在2023年度预算中编列的127亿日元（约7900万美元）的采购费用，因此此次日本采购数量差不多在50枚左右。未来等美方交付后，预计将由完成性能升级的空自 F-15战机挂载，当然也不排除会整合到新一代的 F-35A 战机上，从而强化日本空自的远距打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采购 JASSM-1R 导弹外，日本已经获批从美国引进数百枚射程上千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可搭载于 F-35的 GSM 联合打击导弹。此外，共同社还透露称，日本防卫省正在加紧研制，计划于2026年开始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据日本防卫省7月4日发布的视频显示，日本已分别于今年3月23日和4月7日对该高超音速导弹的仪表和测控系统以确认为目的进行了事前发射试验，并取得成功。该高超音速导弹的首次出现是在日本2019财年的防卫预算中，当时编列了26亿日元的技术研究预算。按照日本的规划，为降低研制难度，该高超音速导弹将分为早期装备型和性能向上型两个阶段生产装备。前者采用单级火箭助推器，弹头是较为简单的轴对称双锥体射击，且有2片弹翼用于机动。后者则将改为2级式火箭主推和成波体式滑翔器。日本的目标是在2026年实现早期装备型装备部队，甚至有人觉得该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未来还会开发出反舰版本的可能。总之，近年来日本持续通过引进和自研等方式获得了多款进攻性武器，他们正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大幅增加防卫支出，发展进攻性武器。大家觉得这会是日本恢复战备、恢复军队的开端吗？美军变聪明了。据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日本三菱电机公司与美国 RTX 公司签约，未来将协助维修美国和盟国 F-15战机的 APG-63 雷达发射机。此举强化了多方后勤能量，有助于驻日美军战机雷达的修复就近解决，可保证装备的妥善率，从而维系制空战力。不过，报道称，本次签署的合约为一份测试合约，主要是让 RTX 看看三菱电机有没有能力维修。只有通过考验， RTX 公司才会与三菱电机签署正式维修合约，成为提供美军、盟军 F-15战机雷达维修服务的关键承包商之一。考虑到日本空自现役的 F-15J 战机就是由原厂波音公司授权三菱重工组装制造的，三菱电机也获得了授权生产、维护 F-15J 雷达的资格，可见三菱电机拥有成熟可靠的经验，通过考验应不在话下。虽然随着科技发展，武器装备和部队指挥的自动化程度持续走高，但前线战场小分队的行动效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兵的战斗力。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正在制定各种未来战士战斗装备研发计划，其中一个发展方向便是提高单兵的态势感知和侦察能力。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用户的报道，西班牙设计的未来战士系统已经成功通过初步测试。据悉，西班牙的未来战士系统未来将为战场上每个士兵头盔附加一个特殊装备，借助该装备，前线士兵可观察到是否进入目标区域，可以获得队友们行进路线，并获得一种特殊摄像机和无线电，收集和标注目标信息，然后相互之间传输指令和数据，最后通过可提高射击范围和准确性的装备来提高士兵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到了排长，即将收到一个能连接战场管理系统的特殊平板电脑，排长可根据上级命令，通过它协调自己下属的行动，同时也能与其他作战单位联系，进行联合行动。
按照西班牙军队的说法，他们未来战士系统会具有模块化特性，允许添加特殊手段来区分友军和敌军红外摄像机、图像增强器和激光指示器等，甚至是通过该系统控制人手掌大小的微型无人机，从而更好地控制战场局势，降低人员风险，真正实现战略指挥和小型部队的数字化。当然，除了西班牙，其他很多国家也有相应的未来战士系统，如澳大利亚的一体化士兵系统、南非的非洲战士、德国的未来士兵系统等等，都将从视觉、听觉、嗅觉和第六感等多方面，通过技术手段和装备，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据自由时报报道，6月28日，加拿大启动了河流级神盾驱逐舰的建造工作，计划于2050年前获得15艘同级舰。根据加拿大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该计划的总预算在560亿至600亿加元，是加拿大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造舰计划。据悉，加拿大现役主战舰艇是12艘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它们于90年代开始服役，至今已有30年。尽管加方已经在性能方面对其做了提升，但在现代化战争中，这些老型舰艇依然显得有些吃力。而这款新型的河流级神盾驱逐舰以26型巡防舰为基础设计，排水量可达8000吨。加拿大更是致力于将其打造成未来的主力舰队，所以在设计层面上，无论是系统还是武器方面，其都将会采用目前最先进的尖端技术。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英国的26型巡防舰队依然还在持续扩张中，它将会与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45型驱逐舰以及机敏级核潜艇等舰艇，成为英国皇家舰队的中坚力量。受俄乌战争影响，俄罗斯诸多能源公司已经出现大面积的巨额亏损，如俄罗斯的天然气贸易已经失去了欧洲市场，且随着战争的持续，俄罗斯天然气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将会持续断崖式的下跌。据今年5月份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发布2023年财报显示，其整体收入暴跌30%。俄罗斯虽然是能源大国，但是若没有了市场，即使能源再多，也将毫无用武之地。当然，不单单是天然气，俄罗斯诸多能源公司也都是处于亏损状态，只是俄罗斯秘而不发而已。为了缓和整体的财政状况，2024年7月1日，俄罗斯出行新政策，对多个日常常用能源进行了大规模涨价，如将电费、水费上涨9.1%，天然气价格上涨11.2%，住房和公用事业服务整体支付额上涨9.8%等等。这种日常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已经从侧面反映出俄罗斯已经山穷水尽，只能把整体上的经济压力来均摊到个人身上。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托列茨克的攻势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